深度解析临江仙剧情，原来李清月的目的从来不只是要杀白九思这么简单。我想说，花如月的筹谋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。花如月开大号的真正目的，并不是真的要和白九思决一死战，而是要诱导他再次进入咱们花姐的诛心局。我觉得这个人间也是花如月设计出来的幻境，但是我并不觉得花如月真的要杀掉白九思，我更倾向于李清月是帮助白九思渡劫。我甚至还认为李清月是渡劫成功的花如月。首先上一世，我觉得花如月是迟早要下凡历清劫的，因为她有野心想上玄天，渡清劫恰是增长实力的一种方式。但是白九思先一步说出来了，这就让花如月更快一步下凡渡清劫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一起下凡渡清劫，所谓的情劫不单是李清月和白九思两人爱情的劫，要不也不至于他们两个在人间多年还没有成功，鸿蒙生两仪。初入世的两人都有自己的处世之道，白九思的道是护你平安，让你欢喜，所以他对人间百姓的疾苦并不关心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凡人和花鸟虫鱼并没有任何区别，也并不觉得凡人的喜怒哀乐值得他过于重视，他的一切心思都在花如月身上。并且我们能从最新几集看出来，他和花如月思想上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，因为花如月是有大爱的，并且也是一个同理心很强的神，所以他很容易心软去帮助凡人。他一直都明白有些事情是命数不可更改的，更改后就要遭到反噬，并且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但是他依旧会伸手帮助，像是出手救了孟池，还有他的孙子孟长情。白九思不理解爱众生，花如月不理解只爱一人，所以他们两个的情劫才一直没有渡成功。后面白九思和花如月他们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孩子，他们两个情节的转折点也来了，受了孟长情的影响，花如月杀了对人间有危害的神，这也违反了神族规定，但是白九思替花如月顶替了雷劫。在这期间，白九思封印了花如月的法术，花如月在人间独自抚养孩子。后面他们两个孩子生病后，各种药治不好，花如月只能去潜心的拜神佛，但是他们的态度依旧是不管不问，导致自己孩子死了。这也导致花如月彻底对所谓的神祛魅，觉得他们都是一群伪君子。但是花如月渡劫成功，因为当有孩子时，她身为母亲体会到了只爱一人，由于花如月对神的厌恶，不想同流合污，也就没有选择飞升了，而是听了孟长情的话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但是白九思的情节渡失败了，导致后面白九思和花如月两人开始互相极限拉扯，是花如月要帮白九思成功渡劫。花如月带着仇恨再次和白九思结婚，这次就是通过伤害白九思的方法让他知道神的恶。但是尽管这样，白九思依旧是爱花如月的。真的想感慨一下，白九思真的是纯爱战神。我还觉得即使花如月和白九思之间没有孩子，也会因为各种事情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，毕竟他俩对待世人的观念就不同。孩子的出现在死去，是让观众更好地体会到花如月的崩溃。花如月想要白九思的道融入人性的温度，让他也成为一个拥有大爱的神，然后花如月就自己做局，拉白九思入场，让他和自己一起颠覆玄天的规则。还有我觉得红莲和黎墨的故事也是在映衬他们两个，算是他们两个的对照组，只是男女身份互换了。他们两个是黎墨心怀大爱，而红莲只求黎墨喜欢自己。还有我之前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花如月上来是直接捅人而没有质问，现在想明白了，想要拉白九思入局，但这种事情语言是苍白的，是需要他亲身经历体会的，所以他没有质问，也没有解释自己在做什么，而是布一个个局，让他站到自己这一边的同时报复他一下，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携手捅破这些虚伪的神。最后再说一下，虽然白九思看透了李清月的招数，也甘愿入局，看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做，这种宠溺感太容易让人沦陷了。不得不说，白鹿和曾舜晞两人的演技真的太让我有代入感了吧。白鹿的白切黑的眼神转变，和曾舜晞失而复得后想碰又不敢碰的手。所以说花如月其实不是想杀掉白九思，而是想帮助白九思成功渡情劫，并且顺便让他再体验一下自己的苦，两人再携手对抗玄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点赞评论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